那江家姑娘今天该不会又来找你？那江时苑出身粗鄙，我可怜她，才同她多说了几句。她若生了旁的心思，哼，那才令人作呕。我娘虽是山匪出身，却是周朝的第一位女将军。我的父母守护边疆，受宠捐躯，是人向来趋炎附势，很高才低。我一直以为沈立初和别人不一样，原来他最是瞧不起我。化作的千古事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准备接受联谊，加入裴家。小姐，可是今日的寿面不合胃口啊！是奴婢做的寿包太丑了，小姐不愿。都不是，只是我不喜欢沈立初了。真的，3年等待付出，却只换来一句令人作呕，太狼狈了。真的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传信给贵妃娘娘。3年前，贵妃姑母要为我做媒，让我加入裴家。我因沈立初哀求，任性的拒绝姑母。如今，我也该长大了。明日裴家相看，小姐可准备好了？嬷嬷放心，这裴子野虽是纨绔，但裴家权倾朝野，是我高攀了。裴大人，您慢点，请。怎么来的是裴子野的小叔？裴子野呢？裴太傅一个人来的？我可以全权做主。多谢。裴氏上下对这门婚事无异议，若将军府也无异议的话，婚事就定在下月初8吧。啊，这么快？不愿意吗？没有，我愿意。那便这样定了。作为婚事仓促的补偿，聘礼会准备双份，裴氏1份，我出1份。裴子野跟他小叔竟这般亲近。我还有些公事要办，今日便先到这儿吧。小姐，你快去送送裴大人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早点熟悉熟悉。
平素都喜欢做什么呀？啊，最近在学着管家，闲暇时读书，顺便钻研厨艺。是吗？如果看花本子也算读书，胡吃海喝也算钻研厨艺的话，在这方面我确实是造诣颇深。草包对纨绔绝配。喜好不分贵贱，能把自己哄开心便是本事。啊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以前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这是玩物丧志，低级趣味，还都是当面说的。有这么说过的吗？那是我说错了。小叔慢走。怎么？我是说错什么话了？他可真是爱惨了你，你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。10年相识，3年真心付出。那江时院出身粗鄙，我可怜他，才同他多说了几句。他若生了旁的心思，哼，那才令人作呕呢。江时院，你来晚了，我们都结束了。知道我年少犯浑，爱错了人。江妹妹，我刚刚还在问绿初，你今日怎么没来？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沈公子他包下半个满春亭为我庆生，还要送我生辰礼物。我嫌太破费，就要了这一个香囊。那香囊是我千里迢迢从豫州为沈绿初求来的，挺好的。怎么回事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哼，他竟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昨日是江时院的生辰。忘记了。9月初9重阳节是江时院生辰，很好记啊，就是昨日。这样区别对待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不每年都这样吗？是啊，相识10年，都是他给大家准备礼物，从来没人给他准备。不是因为生辰礼，那就是因为护身符。绿初，这该不会是江妹妹送你的吧？抱歉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就进去找江妹妹解释清楚。哎，你喜欢就留着吧，我不喜欢这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小姐，你觉着裴大人如何？人生第一次挨打，就是因为他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子无教，周朝民风开放，女子也可入学读书。10年前，我还在鹿鸣书院读书，裴彻临时代课，却要求严苛。读书可以修身养性，在我的课堂上，
不分男女。懈怠，便要受罚。找到你名字了吗？你找到你的名字了吗？看到没有？在那。让我看看。哇，你这次考得不错哎！往后面去看看。这里太棒了！这公子这么好，又要听。我在这儿找到了。让我看看。一定要是这次卷子太难了，所有。我看到了，太好了！那是我第一次被表彰，也是书院唯一一次有女学生上表彰榜。我对裴大人畏惧、敬仰，我甚至做过一个离谱的梦。我手伸出来。有这样的长辈，婚后我应该不会被裴子爷欺负的太惨。有裴大人在，我很安心。是吧？我说你姑母给你挑的婚事肯定差不了。裴大人年轻有为，小姐容貌绝色，真是天作之合。既然小姐没意见，那老奴就去给贵妃娘娘回信去了。小姐，裴家派人来送庚帖啦！这么快？这么快？是啊，还没见过谁家议亲这么着急的。上午相看，下午就来送庚帖啦。的士极为中意小姐。联姻吧，裴太傅果然有眼光，不像某些瞎了眼、不知好歹的蠢货。世子，要关窗吗？哎，你去城东百味坊买盒点心，送到将军府。世子要给江姑娘送点心。全当送她的生辰礼。那要什么口味的？她熟知我的喜好，我却不知她的口味。哎呀，问那么多干嘛？随便买就是了。也是，这世子随便送什么，江姑娘都能乐开花。要知道是世子特地送给她的糕点，那还不得感恩戴德呀？世子爷，这不凑巧，百味坊的糕点都被人给包圆了。啊！你不会报身份，让对方匀一盒？小的报了，可对方不搭理，还说那是要送给他们魏国门新夫人的，少不得。啊！谁呀？居然不给沈府面子！梧桐街裴府。原来是第一世家裴氏。裴家家世显赫，裴彻更是年少成名，12岁中举，16岁夺魁，短短10年就位极人臣。买给谁？新夫人？是，裴管家亲自来买的，甚是重视。定是那游手好闲的裴子也要成婚了，谁这么倒霉，嫁给这个纨绔，以后可有的哭喽。
除了庚帖，裴家还让人送来了好些东西呢。师叔，我随口一提的事情，竟然真的有人记得。簪花记，连这种尺度过身被封禁的燕本钱书都能搞来。裴子也虽是纨绔，却也不是一无是处嘛。小叔，市面上时兴的画本子都在这儿了。放书柜第2排。嗯。太高他得不到。等等，放这儿就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叔，你要把这些书都留在书房？可你这都是名门典籍，连本山水游记都没有，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书，你……哦，我懂了。小叔马上就要娶亲了，这么些书肯定是为小婶婶准备的。哦，对了，小叔，这中间几本呢，最为出彩，最受小姑娘喜欢了，书局可都买不到啊，还得是你侄儿我，费了好大心思才寻来的。知道了。不知不觉竟然看了一宿，写的太好了，真想认识认识著书之人。哎，裴子也能弄来这么合心意的礼物，说不定他知道。既然他给我送了礼，我总也得回个礼才是。送点什么好呢？小姐，裴家小姐给你送来的请柬。裴簪雪，裴子野的堂妹。哎，正好问问她，叶家金贵宴，小姐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是江小姐吧？你们裴府眼光真是好，全京城最漂亮的一枝花，竟被你们悄无声息的偷回家了。怎么能叫偷呢？分明是抢来的。小婶婶的手好软，小叔肯定还没摸过。小婶婶脸都红了，她脸不薄，还不能叫她小婶婶。姐姐，你身上好好闻啊，用的什么香？待会儿告诉你。好。请坐。出来的比较匆忙，没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一点点熏香送给叶姐姐和裴妹妹。江姐姐，这还不像样，这可是灵犀香。我的天，为了这香，我让人在沉香坊蹲守了2个月，每次都抢不到，我正恼火呢。叶姐姐若还有什么喜欢的，尽管告诉我，我给姐姐送来。江妹妹认识沉香坊的房主？算是吧，有那么点门路。
那可太好了，以后能买到沉香坊的香，就都靠你了。你们坐，我先去招待宾客。哎，对了，这裴公子在家平素都喜欢做什么？啊，裴公子啊，他前几日送了我些礼物，我很喜欢，想着也给他回个礼。哦，没人称呼小叔为公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说的是裴子隐呢。江姐姐不必这么客气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。回礼也是一份心意嘛。那江姐姐可以送些古书典籍之类的。嗯，裴子隐这么纨绔的一个人，品味这么高雅。其实想江妹妹，好巧，今日你也在。小姐，你看这簪子，那簪子是我生辰前一日陪沈绿初一起去挑的。我曾以为那是他准备送我的生辰礼，还真可笑。江姐姐，我没事。啊，簪雪妹妹也在啊。最喜欢江姐姐了。裴家的掌上明珠，我3番5次想接近她都没成。她什么时候跟江时月好成这样？难得见江妹妹出来赴宴，我给你介绍几个姐妹相识。怎么样，叶家大小姐也与我交好？江姐姐，你与苏小姐很熟吗？不熟。江妹妹跟谁都不熟，她一心扑在沈世子身上，哪有空交朋友？这说来也怪了，今日江妹妹怎么没去缠着沈世子？从前是我眼瞎，看错了人，前几日刚治好，现在眼里再也容不下脏东西。你说谁是脏东西？年纪轻轻耳朵就聋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有空记得去看看大夫，顺便也看看脑子，别像条疯狗一样，看见什么都想抢。你，哎，簪雪，你看那边的桂花挺好看的，咱们去看看。好，我陪姐姐。叶表姐什么时候与你交好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赶紧去看大夫，别耽搁了。不对，好你个江时月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还是心软，让人把这香囊换了回来。他要是再置气，那真是得寸进尺，恃宠而骄了。他今天来过了吗？世子是烦闷了吗？以前您读书累的时候，江小姐总能变着法的陪您解闷逗趣儿。雕虫小技。过去3年啊，江小姐天天缠着您，这已经好几天没来找世子了。要不小的去请江小姐过来一趟？不用，他要是再来，就把他挡在门口，不许他过来影响我读书。丽初，这簪子我不要了，你还给江妹妹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今日我在宁德侯府见着江妹妹，她一直盯着我的簪子看，还骂我是疯狗，说见什么就抢什么。这江时月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3年前，他大冬天把我摁在冷水里，
至今都没跟我道歉。虽然是我先奚落他母亲悍匪出身，嘲笑他父母双亡家世低，这么多年，我敲打他这么多次，我以为他会收敛，真是太高看他了。我当年就该逼他下跪给你道歉，好好磨掉他的倔性子。墨雨，去叫江时苑过来，我要他当面跟黎洛道歉。是，那江小姐要是不来呢？他敢不来？他要是不来，你就告诉他，以后别想进我沈家的门。江大小姐，我家世子找您，赶紧走吧。从前我盲目的可笑，连沈家的下人都敢对我呼来喝去。想见我，让你家世子送名帖来。什么？递名帖？这月亮也没打西边升上来。江大小姐，你可别后悔。我家世子说了，今日你若不去，那这以后可再也别想踏进文远侯府的大门。正合我意，顺便再回去告诉你家世子，我要成亲了，请他自重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啊？还不走？小姐，你真的不要沈世子了吗？裴家可不是我能拿来开玩笑的。江姐姐，听说妹妹要走，我们来送送你。我这是来晚了，宴会结束了吗？裴家人都好看，但最好看的还是裴春。我最爱小叔，要回去了？啊，我对，我送你。不用不用。最近京城有盗匪出没，以防万一。啊，那就劳烦裴公子送我一程。谁？我。行，你去吧。那走吧。
裴公子，江姐姐该不会以为她要嫁的是裴子野吧？啊？江妹妹她说我什么都没关系，可她不该对世子您出言不逊。他说我什么？她说世子您是脏东西。什么？好个江时月，这几日不见，胆量见长了还？世子您别动怒，江妹妹她毕竟是将军府的千金，有点脾气也很正常。她算什么千金？不过是土匪窝里的小土匪。若不是可怜她，我话都不想跟她多说。等她来了，我好好教训她，让她给你道歉啊！世子你也别动怒，都怪我多嘴。世子，世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江时月呢？江小姐不愿来，她说若想要见她，得先下帖子。哼，我见她还要下帖子，她摆什么谱呢？江小姐还说什么？还说她要成亲了。啊？她要成亲？是。他说：“请世子自重，不要再去打扰他。”哼，可笑！这欲擒故纵的把戏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你去告诉他，若真是要成亲，我文远侯府定送上一份大礼。萧婶婶，江小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尽管问，我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裴公子可有喜欢的人？啊？什么？若是你有喜欢的人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家里同意，我也不会反对，请你放心。你要是真想反对，也不是不行。还请裴公子稍等一会儿，我有礼物要送你。送我？当时簪雪说她喜欢古籍点书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说的是江时月，你可真敢想。小姐，小姐，贵妃娘娘来信说裴家后日若恭敬见贵妃，商定婚事。再过几日，这婚事便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这些古籍可是您当初一本本收集的呀。拿出这一套，日后若是书店有货，再去补齐。平时小姐也不看，怎么送出去还要再补齐？这是我送给裴公子的礼物。啊？什么？这么些都是给我的？里面还有我为裴公子调制的全京城独一无二的沉水香。多谢萧婶婶，多谢江小姐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裴公子可认识赤面书生，就是撰写这套花本子的人？我认识3个玉面书生，
是个冷面书生，但这吃面书生我是第一次听说。江小姐，你想认识，那我去给你打听打听。没事，我就想着裴公子交际广泛，高朋如云，兴许认识，所以就随口问问。江大小姐客气了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订连面带锅的，给你端过来。那我先走了。我再送送你。啊。江小姐，请留步。裴子野，谢谢江小姐给我的礼物。江时月，你给别的男的送东西，就不怕我告诉沈立冲？说去吧，苏小姐。另外，祝你们早结秦晋之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沈立冲了？对，不喜欢了。你喜欢，让给你了。什么让？是我赢了你。好，那恭喜苏大小姐了，可以放手了吗？你，什么态度？不要的给我！难道他真的要跟裴子野成亲了？小叔，小婶婶安全护送到家。小婶婶好风趣啊，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如果有，她也不反对。手里拿的什么？这是小婶婶送我的礼物。放下。放下。这是小婶婶特意为我调的独一无二的熏香。小叔，你又不用熏香。好吧，那给你了。小叔你忙，那我就不打搅了。走，刘叔，一起去书室。不去，我要在家等乐子。乐子？什么乐子？江时任昨日不肯来道歉，说什么要成亲了。哼，今日他来低头，我必要好好嘲讽他一下。好，那我就陪你一起等着看乐子。来。哎，江大小姐，江大小姐，江大小姐，这是我家世子的名帖，我家世子下帖，请您过府一叙。小姐，也不是谁下的名帖我都会接的，帮我去了吧，不得碰。这么晚了，你的乐子不会不来了吧？不可能啊！现在想想，除了那日在满庭春遇见，我已经有5日，足足5日没有见过江时院了。他不会真的要成亲了？绝对不可能！再等等，说不定
他在来的路上了。怎么样？他看到我的名帖什么表情？是不是激动不已？是不是激动不已？回世子，我就说嘛，去了。什么？好啊，江时宴想玩，就陪他玩个够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好好磨磨他的性子啊！待会儿拜见你皇帝舅舅，给我打起精神来。你是我文和郡主的儿子，文远侯府的世子，身份尊贵。将军府那些阿猫阿狗不过是个玩意儿，高兴就斗两下，不高兴就打发了，犯不着为此扰乱心绪，跌了身份，知道了吗？儿子知道了。嬷嬷，好久没来宫里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江时宴的声音。他这会儿怎么会在宫里？他这会儿肯定在家里垂头丧气，想着怎么收场呢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这公道怎么还没反省好？是啊，您以前做公主伴读的时候就说要翻新了。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将军和夫人在外领兵，捷报一封接一封，宫中谁见了你，不客客气气的称呼一声江大小姐。父母战亡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喊过了。世态炎凉啊！这些年多亏了姑母照顾，若我日后嫁入裴家，希望能帮上姑母。姑母，姑母，月儿给您制了您最爱的百合香。不劳江大小姐费心了，这香啊，我早就不用了。还在生月儿的气呢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小东西，因为个男人就跟我闹脾气，这一闹就是3年，枉我掏心掏肺的疼你。月儿知道错了，我连板子都自带了，请姑母责罚便是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禀娘娘，裴家人求见。快站好，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快请。裴家老夫人，裴太傅觐见。见过贵妃娘娘。见过贵妃娘娘。娘娘万福金安。裴老夫人，裴大人，快免礼。我给裴子也调的沉水香，怎么会在裴彻身上？难道裴太傅一个人来的？我可以全权做主，作为婚事仓促的补偿，聘礼会准备双份，裴氏1份，我出1份。这裴公子在家平素都喜欢做什么？啊，裴公子，那江姐姐可以送些古书、典籍之类的。要回去了？啊，我啊，对，不错。所以我要嫁的人是裴彻。这便是娘娘的侄女江大小姐，真是姿容明艳，仪态万千啊！
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送你。不用不用。最近京城有盗匪出没，以防万一。那就劳烦裴公子送我一程了。谁呀？我啊。裴公子可有喜欢的人？啊？什么？若是你有喜欢的人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家里同意，我也不会反对，请你放心。你要是真想反对，也不是不行。人怎么可以这么丢脸？月儿，御花园的梨花开了，替姑母去捡几枝。是，姑母。所以，3年前的订婚对象就是裴彻。那可是裴彻啊，当朝太傅天之骄子，皇上最倚重的大臣。他怎么会答应娶我呢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太傅今日的熏香还挺适合你的。是吗？完了完了，他看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杀人灭口？算了，我哪是当朝太傅的对手？太傅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我姑母手上？这就是你以为你的议亲对象是裴子野的原因？我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太傅，你不舒服？没事。太傅是不是受不得熏香？有些不习惯吧。那怎么今日还用这么浓烈的香？总归是对方的心意，怎好辜负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哎，太傅，你平时是不是不看花本子啊？所以，这就是你认为《簪花记》是普通花本子的原因。谁会给自己的未婚妻送燕吧？好啦，这下扯平啦，谁也别笑谁。母亲竟想投靠我皇子，真是……也不知道江时苑在干什么，他总有法子让我开心。这个时辰，他已经去文远侯府道歉了吧？太傅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狸花猫？江时苑的声音，难道他知道我进了宫，也跟进宫了？说不清缘故，我为何执着将你拥住？千万缕酸楚，在你泪滴划过，我是放逐。
世人无数，偏为你身无主，言明书都想宽恕。相思如故，白首却无处。今生吻过你吗？是我的救赎。我管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稳固。乱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梦。这不是梦吧？我真的要嫁给裴太傅了。满足。这个时辰，他已经去文远侯府道歉了吧？太傅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狸花猫？江时院的声音。难道他知道我进了宫，也跟进宫了？见过太傅大人。啊，太傅，您这是？裴夫人折几枝花。太傅成亲了？是的，下月初大婚。哦，原来那日包圆百味园点心的不是裴子野，而是太傅您。太傅对夫人真是细致周到啊！自己的夫人当然要自己疼。那沈某就预祝太傅和夫人百年好合。一定会的。告辞。裴大人，裴大人刚刚跟谁说话？无关紧要的人，你的猫找到了吗？不是我要找的那只。他们应该谈完话了吧？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你很怕我？为什么？裴大人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需要我这根顽劣朽木提醒你吗？裴大人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需要我这根顽劣朽木提醒你吗？谢的，便要受罚。一直记着呢。何止记着，我常常梦见被你当众提起来打手板，从13岁一直打到18岁，整整打了5年。你还笑，真是冷面无情，铁石心肠。江时渊，你确定你是害怕，不是心虚吗？我心虚什么？是谁烧了我的书房？又是谁带着猫混进了我的课堂？我讲一句，猫便叫一声。你再同猫说一句，就不能换成裴子野吗？反正是联姻，嫁给谁都可以吧？你说什么？鹿鸣书院的江时渊年少无知，的确有些过错，但梦里的江时渊无辜，我跟他道歉。接受吗？我说的
不只是道歉。想嫁给你的人多如牛毛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裴氏想要更进一步，三皇子是最佳人选。那现在接受吧。日后还望老夫人多多照顾我们月儿。我愁了多年，我告诉他，你不娶妻，你就别回家。多亏了江姑娘，如今啊，我们母子终于能团圆了。原来他是被长辈催逼，迫不得已。我在期待什么呢？我会做好分内之事，不给太傅添麻烦。真是郎才女貌，燕儿，来，老夫人，这是婆母给燕儿的见面礼。这么多东珠，皇上曾赏兰贵妃1颗，她就恨不得天天炫耀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拿着，长者赐，不可辞。谢老夫人。我们已经合过更帖，下月初8是难得的吉日。好，那就定在初8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喜欢吗？喜欢就收着，不够的话再找我要。对联姻对象都这么大方，不愧是太傅。郡主，这不是江时苑吗？他知道世子今日进宫，也跟着来了，就没见过这么没脸没皮的。等他过来，我要好好的教教他规矩。站住！见到本郡主不行礼，你的礼数呢？我以为郡主眼中没有我这等人，不敢上前叨扰，所以回避，怕惹恼了郡主。我眼中没有你，可你的尊卑礼仪一去不可少，给我跪下！果然是死了爹娘没教养的玩意儿。我爹是战功赫赫的郑国将军，母亲是皇上亲封的第1女将。郡主刚才这话，敢当着皇上的面再说一遍吗？一个野蛮的武将，一个招安的山匪，还有脸拿出来炫耀？原想着你虽出身低微，但对世子还全心全意，可以让你进门做个妾。现在看来，你还不配，不敢高攀。3年功绩，换不来一丝尊重。现在看来，是内人不配。放肆！嬷嬷，张嘴！住手！郡主好大的威风，连镇国将军府的遗孤都敢随意折辱。裴太傅误会了，小辈儿不懂礼数，我正在教他。身为太傅，裴某倒是第一次听说长辈是这么教人的。裴太傅何故维护他？别是被这张可人的脸欺骗了？郡主慎言！镇国将军夫妇生前
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忠义可嘉。郡主这般言辞羞辱，有损皇家风范，更是寒了一众将士的心。倘若皇上要是知道，难免不悦。误会都是误会。嬷嬷，我们走。多谢太傅解围。太傅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回来，你就等着挨打吗？我本不想与他们纠缠，只是他们不仅骂我，还辱骂我的父母。你也有错。是，学生顽劣，让父子失望了。我是很失望。你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他们欺负你，你不会派人去叫我吗？啊？下次记得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我回来是想告诉你，你3年未进宫，这次特意为你求了皇上的恩典，准你今晚留宿宫中。多谢太傅。快去吧，好好陪陪贵妃娘娘。嗯。太傅大人真是礼数周全，虽然从小讨厌我，竟也这般照拂。姑母，我来啦。是你自己的地方去。不嘛，我想念姑母。对了，姑母，这裴太傅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要不然他怎么可能答应娶我？之前我一直以为我要嫁的是裴子野。这就是你生了3年闷气的原因？你以为姑母要把你许给裴子野？不然呢？那可是裴太傅，他怎么会答应联姻呢？那可是皇上指挥，他不得不从。我何德何能？皇上为我指挥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们江家世代为将，你父母征战沙场，为国捐躯，至今也还未许。灵魂飘荡，怎么就不能给你请到赐婚的旨意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姑姑别哭了，都是我不懂事。可是我当年也没接到赐婚的旨意，不然还能容我拒绝不成？皇上怜悯你，不愿勉强你。当初你一口回绝，便没有再下旨。从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如今要是能帮到姑姑和哥哥，我愿意。愿儿，老天欠你的，终有一天会还回来。相信姑姑，裴太傅值得。江时月，遇见本公主，为何不行礼？见过公主殿下，许久不见，公主殿下真是越发光彩照人了。那当然。江时月，你敷衍我。不敢。臣女伴读时，记得公主最怕早起，没想到这3年未见，公主居然这么早就梳洗打扮，来到这出宫的必经之路上，
别自作多情，我可不是专门来找你。是，公主是专门路过此处。3年不见，你倒是没一点长进。昨日文和郡主来见我母妃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与我何关？他说你野蛮粗鄙，说文远侯府已经在和尚书府议亲，两家商定，明年春天沈绿初就会迎娶苏里洛进门。我说沈绿初就要娶别的女人了，你不难过吗？真是为难公主啦！为了说这2句话，这么早就梳洗打扮等在这里。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谁不知道你为了沈绿初连命都可以不要？那你可要失望了，我真的不难过。不可能，我在宫里就听说你对他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整整3年。如今他要另娶旁人，你不难过才怪。从前是我年少不懂事，错把顽石当璞玉，如今我已经心有所属。那人才是天底下最光彩照人的男子。哦，谁啊？别是你编出来的？当然是明月清风、雅正金贵的裴太傅。我如今喜欢裴太傅。你竟敢肖想裴太傅！江时月，你完了！裴太傅，江时月说他喜欢你。哎，你跑什么啊？河空上下无人不知，裴太傅清心寡欲，最厌恶女人攀宠。你竟敢亵渎裴太傅！江时月，你完了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太傅又要升官了。太傅放心，他都到太傅了，还能升到哪儿？来了，你喜欢的裴太傅，他朝你走来了。小时候就该让你从树上摔下来，摔成哑巴才好。为什么要救你？裴太傅，江时院在这儿。裴太傅，你刚刚听见了吗？江时院江大小姐，她说你清风雅正，优正金贵，她对你倾慕已久。你100关都还没走远，小心我把你7岁尿床、8岁掉进茅厕的事情昭告天下，让你身败名裂。要出宫回府了吗？我送你。说不清缘故，我为何只顾着将你拥住？千万里算出，是我亲吻了吗？不对，他们刚才说恭喜。人无数遍为你。裴太傅，江时院说他喜欢你。内子胡闹，诸位大人见笑了。内子，下月初8大婚，到时候还请诸位大人前来捧场啊！与太傅共事多年，第一次见太傅如此的喜形于色呀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昔日的好姐妹就要成婚了，只有我还是个孤孤单单、没人要的小可怜。只有我还是个孤孤单单、没人要的小可怜。太傅，东珠给了我，是不是可以任由我处置？当然。你才不是没人要的小可怜，你的母妃和我的父母一样，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而且，
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时候说好的，好的东西要一起分享。东珠分你一半。抚养我的兰贵妃得了一颗，就天天炫耀。你竟然给了我18颗！你可是尊贵的9公主，你值得最好的。其实我是专门来等你的。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气你，金光竟然不来找我。你对沈绿初那么好，为何郡主却在诋毁你？这是我专门跟父皇求的一对，一戴什么都很好看，真让人嫉妒。多谢公主啦。江时月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你以后不要再犯傻了。沈绿初她根本配不上你，听说当初你以前为了她连命都不顾，寒冬腊月天差点冻死。别说了，再说把东西还给我。好姐姐，你和太傅大人才是天造地设，人间绝配。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完了完了，又给太傅丢人了。他不会取消婚约吧？那可不行。走吧。太傅别生气，9公主她就是跟我闹着玩呢。若是有冒犯，我跟太傅道歉。哪句话是闹着玩的？全部。我知道，你有喜欢的人。我怎么感觉太傅好像更生气了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不用，我有车。在哪儿啊？哪儿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小姐，小姐，马车坏了啊！可否劳烦裴大人送我家小姐回府啊？走吧。对不起，太傅，今日不知会遇见你，所以香粉用的重了些。要开窗吗？听说你喜欢制香，那成亲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为了我放弃调香吗？你在做什么？研究香料配方，将来我想开个香铺。商贾乃市井贱民，真正的世家主母，绝不会为蝇头小利而自降身份。唉，裴小夫子曾说过，人需要有一技之长，穷可安身立命，达可修身养性。调香就是我的一技之长，也是我的爱好。裴大人，我不想放弃。
我说的话，你倒是记得清楚。裴夫子的教诲，石原铭记在心。那就不要放弃。啊？闻不了香是我的问题，我自会克服，你无需改变。做你自己，无需为任何人改变。也不全是玩笑话。什么？清风朗月，雅正金贵，裴大人是天底下最光彩夺目的男子，是我的真心话。那天底下最出色的男子，可以邀请未婚妻做的进行。要克服熏香，不多接触，如何克服？就让这在回忆里重塑一片天地，千劫万难淬炼肉身一具，无念过多少暗夜孤寂，踏破宿命。是嬷嬷说的，让奴婢给小姐姐创造条件，和裴大人多多相处，培养感情，好早日抱上小小姐。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裴大人不喜欢。可奴婢瞧着裴大人挺乐意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我跟裴大人只是家族联姻的关系，非关情爱。对了，让你找的裴氏家规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这是天条吧？我现在悔婚还来得及吗？来人！来人！世子有何吩咐？去把本坊的刁奴全部给我带进来，一个个的想要阳奉阴违。我告诉他们把江家的车马放进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来？这也不能怪门房啊，这实在是，世子是又难以入眠了。香囊呢？香囊呢？去拿！香囊。蠢货！这香啊，是江姑娘专门为世子所调制，具有凝神静气、帮助入眠的功效。他也就会这点本事。这哪是一点功夫呀！江姑娘是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世子身上了。就说这调香术，恐怕呀也是专门为世子所学的。哼，雕虫小技，能笼络男人的心。他还想开香铺，白日做梦。你告诉他，我耐心已经耗尽了，明日要是再不来认错，他这辈子再也别想回到我身边。世子放心，明日他一定会来的。裴氏家规第103条，与长辈有约须准时。小姐，裴大夫递名帖来了，人已经在内院等您了。是我约的他，我居然睡过头了。提前约好的太傅还递了名帖，可见对小姐您的看重。
还要赶紧洗漱。裴氏家规第26条：行路不可跑，迈步不可跳，上下楼梯一步一阶。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来着？小叔好。裴氏家规第33条：面见长辈，声音洪亮，常理鞠躬。这是昨晚没睡好吧？昨晚读了一卷书，睡得晚了些。什么书？这么好看？不好看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早饭用了吗？是我最喜欢的9层糕。我不饿。你太傅，我们的婚期能不能推迟一些？理由呢？总不能说裴氏家规1000条，我还背不下来吧？我亲人不多，姑母在宫中又不便出行，我想若是能等表哥回来，我的婚礼会不会少一些缺憾呢？西南战事已平，三皇子已经在回京的路上，不用推迟，赶得上。真的吗？绰绰有余。怎么，身子不舒服吗？不是。那是不想和我出行？怎么会呢？我今天特地没用熏香，太傅没发现吗？那为何还要走得那么远？还不都是因为你们裴氏家规，与长辈同坐，勿动，勿言，勿食。原来是有人昨夜背了一宿的家规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守规矩了？明明以前做什么都要反着来的。回去烧了吧，不用背。烧了？那不是裴氏的家规，那是裴子野一个人的家规。你是说那1000多条家规都是针对裴子野的？不用同情他，那是裴子野专门拿出去卖的。那我买家规花了100两，我为了背家规熬的夜算什么？没苦硬吃吗？太傅补偿你。错不在太傅。不过，太傅如果一定要补偿的话，可以请我吃糖糕吗？好。给我拿2个这个糖糕。好嘞，您的糖糕打包好了。这糖糕我要了，我出双倍。再给我拿2个。好。不止这2个，你这一整盘。不，你整个摊子我全包了。真的吗，小姐？您真的全要了吗？本小姐全要了。苏黎洛，怎么我看上的东西你都要抢？江妹妹，好巧啊，你也喜欢吃糖糕啊？只可惜我出的钱多，没你的份儿。怎么，你们将军府什么时候连糖糕都买不起了？你父母在外征战多年，没给你留下点遗产，真可恶。你可以针对我，但不要牵扯到我的父母呀。这是要哭了呀？
可沈丽珠不在这儿，没人可疑。裴太傅，太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糖糕我不要了。站住！裴太傅还有什么吩咐？道歉。对不起。声音大点，听不见。对不起，江妹妹，我不该挑衅你，不该抢你东西，更不该提及郑国将军夫妇。算了。他一直都这么欺负你吗？其实啊，他可是我的大主顾，我巴不得他每天都来这么跟我较劲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今天说好了要请太傅吃川蜀菜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裴太傅怎么会维护江时月？肯定是因为他是侄儿媳妇的份上。苏小姐，江时月都不要，我更不要。怎么这么冷淡？苏黎洛，你碰到江时月了吗？怎么，江时月没去找你吗？你若是遇见了他，就让他识相点，早点过来认个错，否则别怪绿初不念旧情，不给他回头的机会。这么有话，自己怎么不去跟他说啊？怕他嫌你嘴臭，给你大耳光吗？你还是那个温柔善良的苏辣小姐吗？呸！苏黎洛，你就说你有没有碰到江时月？没有啊，我也很久没见江妹妹了，她可能真的要成亲了。哼！景深，你听到了吧？苏黎洛也没有碰到江时月。啊，是，所以他一定是病了，他怕把病气过给我，所以没来道歉的。绿初，你不会对江时月动心了吧？嗯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可怜他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说的酒楼在哪儿啊？江时月，嗯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在那边订了雅座，你先过去。嗯。太傅与夫人在此用膳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谁？谁和谁？哎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裴大夫成亲了。他和他的夫人正在楼上雅间用饭。哎，知道，还没过门。下个月大婚。你知道？哎，那你知道太傅夫人是谁吗？长得如何？不知道。本来是我请太傅吃饭，倒叫太傅破费，包下这一整层，我敬太傅一杯。慢点喝。哎呀，不妨事，果酒又不醉人。小叔，你也亲自来吃饭啊？太傅是来给我保媒的吗？不是。裴子野他怎么没来？太傅，我跟裴子野成亲之后，如果他欺负我，你能不能护着我？不能。为什么？
因为要娶你的人是我，裴彻。你要娶我？怎么可能？我烧了你的书房，你最讨厌我了，怎么可能娶我？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，而且我是故意烧的你的书房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讨厌你。你不问缘由就打我手板，让所有人都看我笑话。你明明就是个待客的，连正经夫子都不是，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男女都一样，怎么可能一样？我娘生前立下赫赫战功，就因为是女子，战死之后被别人说不洁不祥，把战败的罪名都推到她的头上。你锦衣玉食，香车宝马，你根本就没尝过苦头，凭什么高高在上的教训我？我原本拥有一切，后来什么都没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别人的安安稳稳要用我的父母去世来交换？你明明拥有一切，你还装作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，我觉得刺眼。听说你爱书如命，我就把你的书房给烧了，让你也尝尝痛苦的滋味。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其实我早就不讨厌你了，因为你冲进书房的时候是先救的我，再救的书。桃花做坠落，春秋都坠落，悲痛竟是梦中那一刻，长生长漂泊，负心不自可。只要我们守在这儿，等人一下来，不就知道是谁了吗？来了，走，去跟裴大夫打个招呼。我去。呀，走了。走。拜见太傅。这荷包，老板，内子的荷包掉了。多谢。还没过门就叫内子，捂得那么严实，跟谁要抢似的。你觉不觉得那个荷包有点眼熟啊？不觉得。乖，别乱闹。
红豆，今天熏的什么香？真好闻。香，有柑橘的味道，像裴小父子的味道。我不用熏香，是书房里摆的佛手柑橘的味道。我要把这天空为你撕裂，手中护有你的一切，跨过深渊赴你的喜悦，三心一跃不问明天，换这一次永远，走过太多的时间，此生与你拥抱着火焰，就算会湮灭，还能吻你的脸，燃尽我的残愿，只换一生热烈。红豆，点灯。这次的梦怎么这么真实？真好看。酒还没响。太傅，这走，香酒汤，免得头疼。太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将军府，在我家门口。在等你醒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太傅，请讲。考虑清楚了吗？你我的婚事还未公开，你若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我是刚刚喝醉，说了什么话，让太傅误会了吗？我考虑清楚了，我不后悔。太傅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发誓。裴氏家规没有合理休妻，你要讲必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，你愿意吗？太傅，我愿意。那明日就不要乱跑，我和族中长辈一起来提亲下聘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真晦气！我家世子让我来问问你，最近是否生病了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家小姐好得很。你若是再敢诅咒我家小姐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？这是世子给您补的生辰贺礼。您要收了礼物，就别跟我家世子置气了。别人不要的簪子，转头又拿来送给我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世子，我很好，不劳烦他惦记。我要订婚了，让他以后不要再送东西过来，拿回去吧。你若不要，便自己退，别为那小的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谁稀罕你家东西啊？
小姐，这怎么处理啊？给苏黎洛送去吧，他俩好事将近，就当是贺礼了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贺礼？什么贺礼？这不是您退还给沈世子的簪子吗？怎么到了江大小姐手中？沈绿初这个蠢货，眼高于顶还没脑子。他江时苑这是一边嘲讽沈绿初，一边打我脸呢。江时苑不要的东西，我会稀罕。回来了，东西送到了。世子是要出门？哎，不是，我随便逛逛。啊，回来，东西送到了吗？回世子，送是送到了。那可是他一眼相中的东西，他定爱不释手吧？那你有没有跟他说，下不为例啊？以后再使性子，我可不纵着他。世子，你没说。苏黎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替江时苑还东西。这怎么在你手上？沈绿初，你怎么想的？怎么会把江时苑选中的东西送给我，又把我退回的东西送给江时苑？你们文远侯府是穷的揭不开锅了吗？我在问你，这怎么在你手上？他不要了，丢给我了。不可能！江时苑一向看重我，我随便画个小画，他都要裱起来，珍藏万分的。沈世子，这是我家大小姐退还给你的东西，请你过目一下。哎，什么东西？这相识10年，就这么个小箱子，不值钱的几样。他什么意思啊？还能什么意思？这堆垃圾不要了呗。曾经最爱慕你的江时苑。不要你了，你世子，这是谁给他的胆子？我不但要让他来见我，还要让他求着来见我。哼！好了好了，时辰快到了，红豆，你去门口看着。青柳，你去茶水间守着。还有你。去厨房看看点心好了没？哎呀，你们快去各忙各的，别看了，今日是小姐的大日子，万不能出一点岔子。是，放心，嬷嬷肯定不会出岔子的。哎，小姐，文远侯府世子派人送来了一封信。我这里有父师骨下送来当面谈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是谁家下的聘礼啊？好大的阵仗！这聘礼啊，去公主都够格了。这聘礼就是公主都够格了。哇塞，这关就是啊！小叔。都追回来了，这么多年都卖了这么多了，怎么可能都追得回来呢？谁让你非私自卖我的字帖去追？我都追了1天了。啊，我还要帮小史参找人呢，我实在是没空了。找什么人？小史参没有跟小叔说嘛，
他非常喜欢小叔送的画板，还说想要见识撰写画本的人，托我去找找呢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是对方不肯松口，怎么着也不见一面。有事的话，让影卫帮你。影卫，那可是小叔最厉害的手下。小叔，你对小婶婶还真是这个啊！哎，谁家姑娘这么俊俏啊？那不是小婶婶吗？这就是豫州大名鼎鼎的状元符吗？看着没什么特别的呀。沈世子，你怕不是被骗了？哎呀，这可是江石院一步一叩，跪上长阶给我们沈世子求的。他骗谁也不能骗我们沈世子，是不是？他不敢。刘初，你太过了。江石院对你也是一片诚心，就是一片诚心，我才收到现在。不然的话，就这不值钱的玩意儿，赏给下人我都嫌弃。哟，江大小姐来了，下人没告诉你吗？今日只宴请男子，女子勿入。哼，信是你给我写的。什么信？是你写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不见我吗？怎么我一勾手，你就马不停蹄的赶来？你的骨气去哪儿了？骨气？他江石院天天死乞白赖缠着沈世子，哪还有什么骨气啊？不仅没有骨气，连尊严都没有。哼！他出身就这样，一个武夫，一个土匪，能生出什么好东西吗？我爹是战功赫赫的镇国将军，母亲是皇上亲封的第一女将。谁再敢出言不逊，今日就别想走出这里！沈绿初，我以为你只是后悔当初承诺。当年承诺？沈绿初，我以后都不能陪你了。啊？我要成亲了。为什么？家里让我去联姻，我有我的责任要承担。哎，江石院，你给我3年时间，等我高中，我一定求我母亲同意我娶你。石院，求你，我发誓，给我3年时间，我一定高中，一定娶你。你后悔承诺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别两宽，我绝不纠缠。我只是忘了。忘了？你拿我父母尸骨的下落消遣我！你说有消息，你知道的。我这辈子就盼着能见我父母一面，哪怕是尸骨。你却编假消息骗我过来。就为了折辱我，他父母为了掩护百姓，出言诱敌，才尸骨无存。你怎么能拿这事开玩笑？哎呀，我江石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不准走！
我不够忘了当年承诺，你闹这么多天，春闱还没开始，我就不算食言。今日我当众再说一遍，等我高中便娶你，满意了吗？沈世子，你以后要娶谁，与我何关？郑时月，你踏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回到我身边。好，郑时月，你别后悔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太傅呢？小姐放心，圣上临时急召，太傅紧急入宫去了。他派人告知，下聘的日子延后了。延后了？信呢？太傅根本就没有上门，又告知改了日子，所以奴婢是不是做错了？奴婢这就去送给太傅府。不是你的错，我亲自去向太傅解释。小叔进宫了，他托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裴小夫子不过是可怜你父母双亡才对你照拂一二，你倒好，小小年纪就怀春思人，好不要脸！你上蹿下跳，不就是想吸引裴小夫子的注意吗？你倒是拿出个像样的东西来，拿个破荷包丢什么人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感谢裴小夫子，感谢他收留我和我的猫。这不是红豆，是茱萸，是长寿和敬畏之意。不知廉耻！江姑娘，提亲这件事，小叔是认真的，也请江姑娘认真一些。这次太傅好像是真的生气了，他好几日不出宫，我也见不到他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错了。那姓沈的还是不是人？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当年大雪封山，若不是小姐去沈家别庄找他，他早就被冻死了。难道他早忘了吗？往事不要再提了，都是我年少无知，执迷不悟，是我错了。如今最重要的是，怎么才能让太傅原谅我？大小姐，裴公子登门求见。裴公子，三雪，小婶婶跑这般急，怎么？以为我是小叔，还是我那不成器的哥哥裴子野？哎呀，往事不提，往事不提。还真是啊，小婶婶，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会嫁给裴子野啊？你长得这般漂亮，他可配不上你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圣上虽然3年前随意指婚，但是小叔却是满口应下的。3年前，皇上为何要为我和太傅指婚？这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记得3年前小叔回来的时候，突然宣布要成亲，我们全家都大吃一惊，尤其是那裴子野，更是把饭喷了裴家家主一脸。为此，家主还特意立了一条家规，叫什么来着？裴氏家规第731条：与长辈同席，长辈有话时，低头闭嘴。对，小婶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可真是天选的裴家人。
这没过多久，小叔就派人带话，说婚事取消。这祖母的东珠又放回去压箱底了。这敢拒绝当朝太傅啊！你还真是这个。唉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当初拒绝的人居然是裴太傅。那小婶婶，当年要是你没会错意，会拒绝小叔吗？我小叔，小叔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特意，是祖母嘱咐我，让我带小婶婶出来散心呢。小叔这忙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祖母一听说小叔为了正我，把上门提亲下聘礼的日子给推迟了，生了好大气。又怕你多想，所以特意让我来陪你的。婚礼推迟不是太傅的错，是我。太傅，请。来。今日早朝，陆大将军又提立储之事，圣上让我们推荐上言，似乎是真的要立储了。这诸位皇子之中，五皇子声势最为浩大，三皇子却有功绩和才干，不知圣上更属意哪位啊？裴大人，有人嘱咐小的将这东西送给大人。什么人？那人自称是您未过门的太傅夫人。夫人还说啊，收到赠礼，即便不喜，也该当面交还。转告他，若是当面赠，自当当面还；转借他人之手，视为不成。小婶婶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好哄哄？那我要哄，我也得先见到他人嘛，不是？等我见到他了，我就……算了，我承认，我黔驴技穷了。三雪，你说他这是原谅了，还是没原谅？这收了东西应该是原谅了，但他刚刚说那些话，又好像是没原谅。我知道了，小婶婶，你现在需要军师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大人，下官敬你一杯。今日大人大婚，下官先给太傅大人道声恭喜。多谢张大人。不知太傅大人迎娶的是谁家的千金呀？镇国将军府千金。小叔，
镇国将军府，那不是江贵妃的母家？太傅要迎娶江氏女，是要挟持三皇子？怎么了？小叔，萧婶婶被官差抓走了。这画本写的真好。这里从掌柜到伙计，就连光顾的客人都是女子，大家相处融洽，十分友善，定能帮你想个好办法。姐妹们，我这里有位女子，不小心把她未婚夫给惹恼了，现在急需破解之法。姑娘，怎么惹恼你夫君了？说来听听，姐姐们帮你参谋参谋。我在未婚夫上门送聘礼那日，出去见了别的男人，还被他给发现了。妹妹看着年纪小，胆子倒是很大。有人举报，你们这里藏匿禁书传者魑魅书生，哪位是？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就是。小梨儿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裴哥哥，你不是要找魑魅书生吗？我帮你把人找着了，他不见也得见。那谢谢你。走。怎么是你？江时月，待会是你的我都要抢过来。完了，快跑！裴哥哥，哎，先救我出去！裴哥哥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糟了，闯大祸了！啊！不管谁问起，今天这事你就说是我做的，与你无关。你也未曾来过这大牢，听到了吗？为什么？大牢这地方太脏了，免得弄脏你的绣花鞋。啊！快回去吧。不知何事惊扰太傅，竟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太傅，救我！开门。禀告太傅，此人为谋暴利，竟擅自编撰不雅书籍，影响恶劣，好不容易才将其捉拿归案。什么不雅书籍？我写的都是合法合规的，由翰林院报备的。你不能因为我写的是话本子就瞧不起我。四书五经可以修身养性，话本戏曲一样可以怡情自娱。我说的对不对，太傅？他是我的人，有什么事我自会和你们大人交代。太傅的人？什么人？啊，问清了，小的也好交差。我夫人。说说看，
什么时候学会写画本子了？几年前闲着没事写的，谁知道送到书铺之后，突然就风靡京城了。这么有天赋，是打算以后以此谋生吗？不是说你。小叔莫要生小婶婶的气，这些不入流的东西都是我写的。今日官差突然上门抓人，我慌了神，小婶婶怕有损我清誉，这才冒名顶替了我。啊！赤面书生是你？我行为出格，差点引来祸端，给裴家丢人，请小叔责罚。裴氏一族立身100年，要是因为你随便几个故事就丢了脸面，那这名号留着便也没什么用了。不过你要想清楚，这世道对女子极为严苛，你的与众不同注定会被曲解误会，你能承担吗？我想试试。既如此，那便加法处置。即日起，你就在太傅府闭门思过1个月，抄《烈女传》10卷。多谢小叔教训，暂学领罚，这就回去闭门思过。小叔罚过，我爹就不会罚了。小叔，我看什么看？你自己去领20大板。小叔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偏心啊？那我呢？我也有错，该领什么罚？你有错吗？刚刚不还理直气壮的冒名顶替，自逞英勇？我有错，我有很大的错，我不该在太傅上门送聘礼的时候跑去见别人。都处理好了？处理好了。那便没事了。要不太傅还是罚我吧。好啊，你想怎么罚？抄书还是挨板子？真打呀！我还是给太傅当书童吧，我给太傅端茶倒水，研磨扫地，以此抵罪。我不小心烧了你的书房，甘愿做书童抵债。不用。不是小夫子说人要知错能改，勇于担当吗？要先结月钱，我攒齐了一起还。不需要。退一万步讲，今天的事太傅就没有错吗？裴子也是因为我才去抓的人，我是因为看了太傅送的画本子，才想结识那篆书之人。
裴氏族老知道太傅给魏国门的妻子送那么相应的书吗？这次想要多少银子？赔罪嘛，怎么能收银子？而且我不仅不要银子，我还有赔礼要给太傅。这是什么？大牢一念？太傅府什么奇珍异宝没有？但是大牢干草编的蚱蜢，太傅可没见过吧？我送礼，自然是要独一无二了。明日我要上早朝，不知何时才能出宫。你若要想见我，便在太傅府等我。好，我明日再来找太傅。小婶婶，救我！我能有什么错？我只不过想讨好小婶婶罢了。我知道，派兵抓人的人不是你，是他，对吧？等等，如果苏黎洛嫁给裴子野，那以后岂不是见面就要恭恭敬敬叫我婶婶？那姑娘漂亮端庄，你可要好好对她，莫要辜负真心。太傅命我等护送夫人回府。太傅夫人，太傅夫人，请留步！哎，绿珠，快过来！上一次没见到人，这一次总算能一睹真容了。哎呀，快看快看！快看快看！不看，这春闱在即，我要专心备考。此次的状元非我莫属，我要让江时院知道我没有失言。快走！哎，马上怎么走了？你要真想娶江时院，你就好好的去道个歉。他等了你这么多年，只要你肯低头，他一定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。我只是忘了，我又没有食言，我道什么歉呢？忘了？我们这些年一直以为是他倒贴，没想到是你去求了人家，给了承诺，你倒忘了？你这是什么？玩弄感情吗？我没有。绿初，别装那日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江时院是真的生气了，我知道你是太在乎他了。谁在乎他了？仰慕我的人多了，我每个都要在乎啊。行，你清高，算我多管闲事。哎，嗨，恭迎太傅大人早朝。早餐我给太傅大人准备了桂花糕、绿豆糕、云片糕和八宝油糕，请太傅大人慢用。这样给我当书童啊？不然呢？昨天都同太傅大人说好了。那要是当的不好呢？怎么会不好？为了给太傅大人当差，我可是半宿没睡，鸡还未鸣我就起了，就怕错过早朝。起得再早也没有用，你的太傅大人不喜欢吃甜食，
啊？不喜欢甜食？那之前买的糕点都是特地给我的。好了，陪我一同去上朝吧。好。我买了糊饼、冷面、馄饨、卤煮，还有刚出炉的橘子鸡。这下肯定有你喜欢的了。我要处理一些机要公务，你去里间回避一下。是，太傅。太傅大人，今日朝会隶属之争激烈，属五皇子的声望最高，但是隶属他的功绩就占了1个时辰。您觉得？说那么多又有何用？皇上一句“三皇子亦是肱骨之臣，隶处之事，待三皇子回京再议”，不就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？是啊，下官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下官喜添一位麟儿，特意在如意楼备上了一桌席面，诚邀各位大人享用。不知红烧狮子头可有时间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知道太傅大人公务繁忙，我待会儿就去。啊！哎呦，多谢太傅大人赏光。那李大人先行，我和我的书童随后就到。好。太傅大人，听说那如意楼菜品极好，尤其是那红烧狮子头，您一定要去尝尝。好，走吧。郑时，江时，没想到裴太傅也会醉酒。把嘴张开，解酒药。一声情一声随你远，不怕相见这一面，躲着山石江时，知道你在里面，看到你了。余生不缺，我这一心悬一这一夜，我只一心记忆却甚至翻来缠我。我有心难解，为你念到一世无言。江时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！
江时院，我的承诺还有效，我会苦读。明年春闱以后，我会说服我母亲娶你过门。所以你别闹了，别装的是，我可以跟你道歉。裴太傅，沈世子，你等到。我明明看到江时院。沈世子是在找人。书童，明明是个女子。江时院，抱歉，我看错了。沈世子，有些事情不是你害怕发生，它就不会发生；有些人也不是你觉得他不会走，他就永远在原地守候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等我高中，定超过你！哼！沈世子，我家主子已在楼上等候多时。绿珠表弟怎么这么晚才来？让表哥好等。见过五皇子。表弟无需多礼，快入座。方才你在楼下与裴太夫对峙，表哥都看见了。看来表弟对江时院那个女人还念念不忘啊。我们自幼相识，关系自然要好一些。我们很好，就不劳烦五皇子挂心了。世子若是喜欢江时院，本皇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得到江时院，如何？不必了。若五皇子没有别的事情，沈某就告辞了。科考在即，沈某还要回去温书呢。告辞。只是罚酒，什么意思啊？想拉拢文远侯府，把谁当傻子呢？要想得到江时院，何须别人帮忙？笑话！来人，裴氏绝不能成为老三的助理，这门亲事必须拆。沈绿初不配合，那就毁了江时院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陛下已经通知裴太傅离京查人。刚才不原谅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嘴都破了，你让我明天怎么见人？只是因为这个。还有，太傅以后还是少沾杯为好，尤其是我不在的时候。好。明日我要去洛州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我带回来送给你。去洛州干什么？洛州的粮仓出了一些问题，圣上不放心，让我去走一趟，大概有5天的时间。你有什么想要的？没什么想要的，不过我倒是有东西要给太傅，等你回来给你看。
小树，你找我？我要离京几日，影卫就留给你。真的？给我随便有。你说呢？知道了，小叔，您不在，我一定好好照看小婶婶。承诺的马场给你了。马场？多谢小叔，我一定把小婶婶护得严严实实的，绝不出现任何意外。走吧。小姐，沉香坊的掌柜来信说，咱们的灵犀香又被人模仿了，售价还只有咱们的1半，咱们的香品有滞销。老办法，去尚书府请苏小姐。东家，这个月的账册。这个月滞销多吗？不多，就这些。但是我们用料上乘，这些加起来价值300两。这个我很喜欢，多少银子啊？他都看中什么了？我全要。可是苏小姐，这是江小姐先选中的。你们做生意的不就是图钱吗？我出双倍。我还有事儿，赶紧包起来。苏小姐是我们沉香坊的大主顾，我们肯定事先请着您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一共300两。才300两，江时月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寒酸了？你笑什么？我跟裴子野交往颇多，你不生气？他今日还约我去城东骑马。你跟裴子野有来往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我当初抢沈丽珠，他也没生气，他发怒还是因为我说了他父母。我抢了你东西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因为能被抢走的，就注定不是我的。你装什么大度？你不过就是幸运，从没失去自己最珍视的东西。苏黎洛，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较劲？我们小时候不是好朋友吗？从前他们叫我娘土匪，叫我小土匪的时候，不是你站在我面前维护我吗？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只对你是因为……算了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走啊，东西肯定也不在。小姐，五皇子新得一块绝世美玉，明日戌时在府上设宴，邀请京中的才子佳人一起赏玉。要去吗？戌时天已经黑了，
这大晚上赏玉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当年我爹娘尸骨未寒，五皇子就到处散布谣言，百般诋毁。不能去，明剑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可也得想个什么法子拒绝啊。他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容不得旁人污蔑。小姐，太傅有信给您。太傅怎么会寄信给我？明日这宴会，我去。萧婶婶，今儿小知我为你保驾护航。那20板子你没挨几下吧？哎，别说了。公主这颗东珠可真好看，是贵妃娘娘赏赐的吗？才不是，是本公主的一个崇拜者硬要塞给本公主的。御膳房出了新式糕点，难得一见，带给大家尝尝。还剩一块，赏给你了。多谢公主赏赐，公主的东珠真好看，衬得公主越发明艳动人。你的也不赖。我们也走吧。好。稀奇，这江时渊怎么和裴子也一起走？玉初，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哎呀，这江时渊和裴子也要成亲了。哎，苏小姐。那裴子也是一个纨绔，哪里比得上绿初？江时渊怎么也不会看上他。裴子也哪里不好了？至少裴子也出门不会还要他娘亲一路跟着。哎，绿初，我先进去。墨雨那狗奴才竟忘记给你备上披风。待会儿饮了酒再吹风，定会着凉。哎，只是披风，你让墨雨送来。墨雨呢？墨雨伺候不尽心，我去给你换个奴才。又是这样，棒打百棍，发脉驱逐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我都答应你来参加宴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墨雨跟我说你要娶江时渊，我早与你说了，我为你定了尚书府苏家千金，尚书府能成为你的助理。是不是那个江时渊逼你？他到底耍了什么花招，让你承诺娶她？他没有逼我，也没有耍花招，是我求着他，我求他不要离开我，求他等我3年，满意了吧？玉初，你是不是也要学你父亲一样，与我作对，逼我去死？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小灵儿，小婶婶，那个我，你去忙你的，我身边有红豆。多谢小婶婶，那个暗卫就在暗处，你有需要找他们就好了。小灵儿，小灵儿，你也来赴宴？可昨日马场你为什么没有来？我昨天等了你好久。公子认错人了。啊！哎，江大小姐，别装的事儿，对不住，我先向你道个歉。
前事已了，不必挂怀。听说你要成亲了？下月初8。什么？我大婚。这么快吗？都没听你提过，怎么忽然就要和裴子也成亲了？谁说我要跟裴子也成亲了？我要成亲的人是裴太傅。和谁？裴太傅？老板，妹子的荷包掉了。绿初，绿初，江时任他这么沮丧，是因为文和郡主还是在相间啊？绿初跟你不一样，以后除了读书，别再找他了好吗？他要是被你们带坏了，本郡主会很生气的。他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江时任他会不会真的要成亲了？和裴子野不可能。裴子野是不可能，但裴太傅就很有可能了呀。我要是女子，我也会毫不犹豫选裴太傅啊。来，是吗？江时任就在里面，你不如当面问清楚。哟，沈世子也来了，一会儿可得多饮几杯啊。评理，待会儿有场好戏给你看。都快落座吧，本皇子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夜色宜人，感谢各位才子佳人前来赴宴，与本皇子一同欣赏这绝世美玉。来，江大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喝呀？五皇子，他饮不得酒。裴公子护着自家人就算了，沈世子这是做什么？难道你与江大小姐之间？五皇子何必强人所难？他喝不了，这杯我替他喝了。小莲儿，别喝，江时月，这是我抢你最后一次。苏小姐好酒量，本皇子很是欣赏。听闻苏小姐自幼学琴，不知今日可否听一曲？先收拾这个，待会儿再收拾江氏。手险之至，上琴。
这琴弹的可真好听。那还用说？苏黎洛的生母生前靠一曲琴音名满京城。今日我们以琴岁为彩头，我们比一比才艺。今日能不能让我，让我赢？这琴虽是我，不行，我必须赢。我要证明，我娘亲才不是他们口中的粗鄙悍妇，她教我的是保家卫国的真功夫。如果输了，你就自己去跟你父亲说，你不学琴了。我早说过，你不是这块料，你连江时院那个小土匪都赢不了。为什么不能让我？那琴虽是我娘唯一的遗物。苏小姐这琴弹的也不过如此啊。本皇子还以为这妙手琴音的女儿有多厉害，现在看来连勾栏的都比不上。五皇子慎言，你流连勾栏，难道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吗？小灵儿，来，还有没有人想进行才艺展示？这夜色漫漫，光喝酒多没意思。没有吗？那可太无趣了。有。啊？江大小姐要表演什么？天天弹琴唱曲儿，想必五皇子也看腻了。我来给你表演些新鲜的。不过我有个习惯，我没演够是不会停下来的。到时候还请五皇子多多担待。好，本皇子等着开演，快请。江时院，逞什么能呢？还这么鲁莽！你要表演什么？又会什么？啊！哇，这……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江时院。江时院，你敢以下犯上！江时院，你敢以下犯上！啊！江时院，你疯了！是我来人啊！我娘教我的鞭法，能保家卫国，也能惩恶扬善。来人啊！快来救！人呐！
来人！我家小姐乃是未来的太傅夫人，太傅大人说了，京城的天很高，我家小姐捅不下来，就算捅下来，也有她撑着。我看今天谁敢打扰我家小姐的雅兴？仗势欺人，谁不会？五皇子虽尊贵，但不及太傅权势。江时月，你好大胆！我这就去找父皇。这是什么？一定是我听错了，对吧？吕初，是真的，江时渊他真的要成亲了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不是说是裴子野吗？怎么会是裴彻呢？如果是真的，那裴彻怎么不来？裴彻又不是不知道五皇子什么德行，他又不是不知道五皇子跟江家是有过节，而且他又不是不知道10年前就是五皇子欺负江时渊的。吕初，对，10年前是我救的江时渊，他喜欢的是我，他心里是我，一直都是我。景深，他是为了气我，对吧？哎呀，吕初，我要查问清楚。你还嫌得不够乱吗？你小孩子谁？这么多，全是赞颂五皇子的奏折。父皇，你快救救皇兄，他就要被人打死了！谁这么胆大包天，敢对皇子动手？是江时月。这小丫头虽皮了点，不至于这么蠢。父皇，是真的，江时月拿着鞭子追着皇兄打，您还记得吗？江时月父母阵亡，连尸骨都没有找到，只找到他娘亲的那一条长鞭，就是那条鞭子。是朕对不起怀成夫妇。他为何要打你皇兄啊？因为皇兄要江时渊喝酒，江时渊不喝，他好大的胆，一杯酒而已。就算是国公府的孙小姐，被皇兄当众灌药，礼部侍郎千金被皇兄踹下湖，他们都不敢拒绝。江时渊竟然当面就敢翻脸，哼！什么？好啊，好一个心怀大义、宽仁厚德！真是老了，不是瞎了。你皇兄这般行事，就没人劝解一二？国公府和侍郎府为何从未向朕弹劾过？他们不敢。皇兄说了，谁敢弹劾，就把他们的女儿纳入府当妾，百般搓磨。岂有此理！父皇，除了江时渊，还得治裴太傅的罪，是裴太傅给江时渊撑腰，他才敢这么嚣张。这倒是不像裴彻的作风，不过3年前就有这么一回，挺好。人有7情6欲，才好掌控。或许不单是因为一杯酒的事，江时渊一直觉得当初散播他爹娘谣言的就是皇兄，他这是在趁机报复。江时渊，你这个疯女人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联姻的工具。裴太傅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我要是裴太傅，我一定把你……只有你这种小人才会看谁都觉得是工具。我告诉你，你少拿裴太傅跟你比，你不配。我家裴大人风光激越，举世无双，天底下无人能及。你如果在裴太傅心里真的有分量，他为什么不来帮你撑腰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在裴太傅的眼中连工具都不属。
裴太傅到。裴太傅，江史院蔑视皇族，殴打皇子，大逆不道。看见了，需要臣为您叫太医吗？裴太傅这是何意啊？江史院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。太傅难道想宽容包庇？是，又如何？五皇子，圣上急召，速速随我等入宫。哼，父皇只召集我，召集罪魁祸首江史院。江时院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攀上了裴太傅？之前不是说江时院一直追着文远侯府世子吗？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太傅夫人？他眼中满是裴彻，今日未曾看过我一眼。还玩吗？累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府。林叔，你没事吧？我要去问问他。林叔，等等，他从不曾这样依赖过我。一直都是江时院。劳烦内子的荷包掉了，多谢。沈世子是在找人吗？你戏弄我！江时院3年前，3年前是我向圣上请旨，为我和苑儿赐婚，才有了这桩姻缘。不是姑母向陛下求的指婚吗？怎么成了太傅请旨？也许他不想让我难堪，才会这样说。太傅，已经没人了。换了新香粉。太傅闻到了，是佛手柑。太傅鼻子真灵，那我站远点，免得太傅遭罪了。今日不给太傅克服的机会了吗？江时院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知不知道大家找你都找疯了？我迷路了，毛将军跑了，我找不到他。那是我爹娘生前送我的猫，爹娘不要我了，那毛将军也不要我了。上来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居有所想？裴小夫子，你也会丢下我一个人吗？一幕幕就回望，一页页
谁思量，是无常，从今年覆盖我们的无三间晴天照亮。他特别讨厌我吧，所以书院待课一结束就去了蜀州，一句话都没给我留。太傅，你还记得猫将军吗？什么猫将军？没事，走吧，太傅，我们回家。太傅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不是要5天吗？事情办完了就赶回来了。伸手。财大气粗的裴大夫，这次是夜明珠、红宝石还是大珍珠？什么？我知道将军府里有奇山异石、珍宝美玉，可这洛州官道上的路边石，将军府一定没有。原来是大佬留念的回礼啊！确实独一无二，全京城都找不到第二个。骗你的。把眼睛闭上。真正的回礼在这儿。猫将军，江时远，你的将军找回来了。裴彻，小莲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过来带你去太医那儿。不要过来！我本是一滩烂泥，何必再沾染旁人？你是唯一一个会关心我的人了。我不过来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，以防五皇子的人找来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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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周安，我终于赢了一回啊！你还敢回来？你怎么不死在外边？早就说了，你没有弹琴的天赋，还上赶着献丑，得罪了五皇子，你……老爷，你打他脸做甚？文和郡主昨日来袭，想早日把亲事定下来，他这张脸还有用？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，早就把你丢到乡下，自生自灭了。靠着我母亲的嫁妆发家，却连一把琴都不留给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爷，孽女，你倒反天罡！太傅大人到。
不知太傅大人大驾光临，恕罪，恕罪。我来找苏姑娘。父母失德，则子女失格。苏大人对子女尚且如此不慈，对百姓苍生又能有几分仁爱？啊，太傅大人，还给他了吗？嗯，那就好。他屡屡与你作对，你就没有记恨过他吗？其实弄清楚事情的缘由后，我大概能理解他，因为当年我也同他一样，从拥有一切到一无所有，最后甚至连我的猫都离我而去。我止不住的怨恨，怨恨所有人，直到太傅把我从火里救出来。既是故意纵火，为何后来又闹着还债？一来是因为太傅是先救的我，再救的叔；二来我不想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将军府。累了吧？睡会儿吧。我从来不怕裴小夫子，他不过大我几岁，当年也只是个少年郎罢了。我怕的是，有朝一日，我的阴暗心思被他看穿，遭他厌弃。烧得好，没想到你烧得好，也万幸我没有选错。太傅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这是当年被烧毁的古籍。书目庞杂，你收集了多久？前阵子才刚刚集齐。虽然当年太傅未曾责怪，但是错了就得改。太傅，被烧掉的书，将是要还回来了。你能原谅他当年年少无知、冲动莽撞吗？雨滴敲打。这是人做得好，太傅为你骄傲。也结成如红牵挂，许你一生一世追忆的年华，还你前尘往事淹没于神话。对你颠沛流离，不一句轻言下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许你随礼。快到家了，坚持住。周景深，我先回来。周景深，你又在吕处胡闹！我早说了，吕处和你不一样，你别带坏他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江时院有。又是江时院，这世上怎会有如此下作、死缠烂打之人？江时院都要嫁太傅了，
是你儿子自己放不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对绿初死缠烂打吗？郡主可别乱说，当心惹祸。裴太傅说了，3年前圣上就为他俩指婚，有婚约在，跟你儿子毫无关系。裴太傅竟然当众说谎！3年前，圣上分明是想把江时院指给绿初。啊？你说什么？3年前，陛下召我进宫，问我愿不愿意让江时院做你正妻，我拒绝。你为何拒绝？你问过我吗？无忌，你现在就进宫，你告诉圣上，你弄错了，我愿意娶江时院。够了！她一个孤女，出身粗鄙，只不过是在别庄救过你，便挟恩图报，闹到圣上面前要嫁你，她就是在算计你。既然你攀不上，那就去攀裴太傅。只有母亲是真心为你。别庄只不过是小风寒，何来救命之恩？只有你觉得那是小风寒，就是江时院救了我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我早死在别庄了。哎，你太傅，江时院来了。进来。上毛不已，上毛不已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太傅还没起，是不是打搅到太傅了？没有，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我一觉起来，府上收到好多请帖，御史家的杨三姑娘，侍郎府的白姑娘，还有国公府的孙小姐，送来了3份天状，还写信向我致谢，信里写了好多夸奖我的话。太傅，你知道一块朽木被夸奖以后会变成什么吗？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一块骄傲的朽木。不过我觉得五皇子府那晚功劳最大的还是太傅，如果没有太傅罩着，我也不会那么大胆。所以太傅，今日就由我这个尽职尽责的小书童威武的猫将军为您鞍前马后。太傅，现在要去府衙吗？不用。为什么？太傅不用客气。因为我被停职了。啊！都怪我。骗你的。啊！五皇子被停职3个月，以儆效尤。皇上准我休沐3个月，准备大婚。真的？那太傅夫人想去哪儿？我奉陪到底。小心！骗子！我要拆穿他！在宴会上闹还不够，还要闹到太傅府门口。人家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去蜀地1年就杀敌3000，你这是活腻了吗？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，你别再害我好不好？我已经2天没合眼了，没法再跟着你了。你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闭上眼睛就是江时院，我控制不住的想他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他们只是联姻。当年江时院为了救我，寒冬腊月跳入冰湖，他爱的是我。你又何必救我？我身陷泥潭，
满身枷锁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寒潭虽深，但只要你有心相靠，有朝一日一定能鸢飞戾天，鱼跃鱼跃。可这枷锁太重了，枷锁再重也有打破的一天。别怕，我陪你一起扛。哎呀，你别掺和这事了，他们有圣上赐婚。你放屁，那是假的，宫里从未传出这道旨意，裴真在说谎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先别管江时月了，你娘要为了你跟苏家人定亲了。啊？哎呀，明日就去提亲，早些把事情定下来。除了江时月，我谁也不娶。只是由不得你。寒潭虽深，但只要你有心相靠，有朝一日一定能鸢飞戾天，鱼跃鱼跃。他是唯一一个想要拉我出泥潭的人。再说一遍，除了江时月，我谁也不娶。沈绿初，胡闹也要有个度吧。不用等明天了，现在就去尚书府提亲。没听懂吗？现在就去，给我叫上人，吹吹打打，热热闹闹的去。绿初，你别怪母亲今天独断，母亲都是为了你好。母亲，你好如意吗？但是不想被你操控了。世子，绿初，绿初，绿初，快叫大夫！太傅当真要陪我去马场，荒废一日时光。今日没有太傅，只有陪衬。那等会儿我给你表演一个倒挂金钩。我不看。不行，必须看。大人，大人，这是六部送来的公文。皇上已准许我休沐。皇上说休沐可以，公务不可耽误。江时月，真的是好久不见，都长这么高了。蒋星主，你们从邲州回来了？只有我回来了，一早去你家却不见你，原来跑到这儿来玩了。裴太傅也在，失礼，你赶紧去忙公务，我陪着阿远就行。敢不敢来场赛马？哎，你若输了，这簪子就归我。还我！太傅，你先去忙公务。蒋星主，把簪子还我！还我！赢了？输了。那你的簪子，那可是你的贴身之物，我去跟他比，帮你赢回来。赛马输了，但是簪子拿回来了。太傅大人生气了？没有。
为什么生气？说了没有？是气我跟蒋兴卓赛马，冷落了专门陪我出来的太傅大人。蒋时院，我不是生气。我是吃醋。月儿，你把簪子要走，说好请吃饭的，饭呢？可别耍赖。你就不能改天再吃吗？我只是回京复命，说不定明日就要走。要不，你把簪子给我。来人，摆饭。夫人吃。怎么，太傅不知道阿苑不爱吃鱼吗？你们朝夕相处半年，我以为你很了解阿苑呢。我们院儿总是把鱼刺剔了给我，叫我误以为我们院儿是爱吃鱼的。那您一定也不知道，当初是阿苑拿着鞭子，逼着我们去上你的课吧？你怎知我不知道？当时你们嫌我年少，不像夫子，不愿来听我的课。渊儿是怕伤我自尊，暗中维护我。怎么，蒋小将军自幼与渊儿一起长大，他没护过你啊？月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酥饼，我娘亲手做的，我一路快马加鞭给你带来，快尝尝。你倒是贴心，都省得我嚼了。我们渊儿总是如此善良。蒋小将军好不容易回趟京，咱们夫妻二人可别搞得像合起伙来欺负人似的，这样不好。夫人说的是，蒋小将军放开了吃，别客气。小姐，这眼看婚礼越来越近，裴家什么时候来提亲啊？他没提。裴大人不提，是在等小姐您点头。毕竟那天小姐您跑了，等我。太傅等了小姐您3年，3年前您拒绝了一次，几天前您又拒绝了一次，换作是谁，也不敢冒进了。什么等了我3年？他是为了维护我的体面才那么说的。3年前宫里来人，根本没提赐婚的事儿，只说姑母有意将我许给裴家。这若真是赐婚，我怎敢拒绝？那是小姐您回绝的太快了，是话都没让人说完，就是连成婚对象都没让人说出口。至于是娘娘求的还是太傅求的，小姐您何时入宫，问一问贵妃娘娘，不就都知道了？明日九公主及笄，兰贵妃设宴，请宫中官眷入宫观礼。
江小姐，要不要玩射箭？有彩头，一块上好的和田玉。裴仲和官员来了。要有，赢了送给太傅。君子如玉，要。一人10箭，射中靶心得1分，脱靶扣2分，分高者胜。今岁秋赋尽纳，风调雨顺，真是天佑我朝啊！来年百姓必定丰足。差一点。镇国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倒是骁勇，这阵头竟与蒋小将军不相上下。那我教你。他的剑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不行，要专注。太傅不喜欢凶。太棒！江姑娘胜。我赢了，裴彻，你看我赢了，我赢了一个玉佩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看到了，很厉害。人怎么能这么丢脸？夫人年少，诸位见笑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刚刚是不是很丢脸？箭射的不错，是太傅教的好。伸手。哎呀，伸手了没有？你把文和郡主都吓坏了，你现在倒是自由了，而我却成了你的小跟班，还要做这偷听人墙角的小人行径。我只是不想他被骗，不想他因为一时赌气就误入歧途。原来他都知道，这算什么？回礼。那就没有夸奖吗？有。我一生的宿命，听你脉搏声音，掌纹蜿蜒，披红妆的心。等我下的安宁，数
这年轮盘踞，等青丝待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伤，回头问红绳疤。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。命运终结成了伤疤，贴着我心远彼岸。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，无言斗鸡上。今日不是他及笄礼吗？他怎会不高兴？兰贵妃欲把九公主许配给吏部赵侍郎之子，就是那个好色酗酒，还未成婚就已有孩子的赵侍郎之子。我去同他说几句话。这次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诡计，你自己小心点。那要不我们再闹一回？他利用我，拿我铺路，我都忍了。我害了他10几年母妃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他为什么不给我留条活路？那赵长兴后院女人一堆，连孩子都有了，他还要我嫁他。裴彻，你是故意戏弄我吗？自己的夫人当然要自己疼。那沈某就预祝太傅和夫人百年好合。一定会的。劳烦内子的荷包掉了。多谢。沈世子是在找人吗？是。御花园里听不出他的声音，认不得他的贴身之物，甚至连他近在眼前都认不出。如果觉得是我戏弄你，比你自己承认自己愚蠢要好受一些，我成全你。3年前，皇上为他指婚的对象是我，你骗他。你现在是想求证这个，是吗？3年前，圣上为我俩赐婚的圣旨，要看吗？这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也不能娶她。你曾是他的夫子，你利用他对你的依赖和崇拜，就趁虚而入。裴彻，你不觉得自己卑鄙无耻吗？我卑鄙无耻。4年前，他为了救你，义无反顾地跳下寒潭。过去几年里，你深陷困顿里，他默默地陪伴你，开解你。可你呢？你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照拂，却担不起任何的责任，根本就配不上他。我被选择的从来都不是他，他是这个世上最耀眼的光，他的选择可以成全任何人。你。主子，兰贵妃欲在宴会上报复，不知死活。五皇子被圣上责罚，他急了。都办妥了吗？主子放心。
你就不能消停消停？就你这破烂身体，能喝这酒吗？哎，你起开，我坐这儿。裴太傅让我来看着他，省得他胡言乱语，给贾书院找麻烦。我不会伤害他，我喜欢他。你的喜欢值钱吗？皇上驾到，兰贵妃、江贵妃到。皇上驾到，兰贵妃、江贵妃到。众爱卿，平身。江姑娘，听说你大婚在即，本宫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天装。一皇都成大姑娘了，怎么近来不到宫中来看望姑父啊？朕都快认不得你了。她自小贪玩，许是嫌着宫中拘束。听闻在宫外最爱追着文远侯的世子玩，温和郡主已经跟本宫抱怨好多回了。兰贵妃这是打哪儿听来的闲话？我家苑儿3年前便与太傅大人定亲，还是圣上赐婚，岂会与其他男子有私情？是我听错了吗？正好沈世子也在，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我不怕流言蜚语，只是对不住裴彻。安心。郑国公千金乃是本侯的义女，臣文远侯沈赫拜见吾皇万岁。文远侯，请起。谢陛下。郑国府千金屡次救我儿于危难，臣感激不尽，所以后言将江姑娘收为义女，请陛下明鉴。也请兰贵妃不要道听途说，绿初和苑儿兄妹之谊，府中上下皆可作证。太傅真是善人诛心，还好我没得罪他。一块鱼肉应该不算得罪。我今日还让了一斤，赔了块玉给他。小石院是镇国将军和传奇将军的女儿，自幼果敢善良，你能与她结缘也是你的福气。她大婚在即，你们文远侯可别忘了备一份嫁妆。臣与夫人商定，臣与侯府的一半财产赠于石院做陪嫁。如此甚好，知恩图报也是一段美谈。小石院，还不快快谢谢沈侯爷？多谢义父。兰贵妃似乎对朕赐婚太傅不满，这等荒谬之事拿来嚼舌根。臣妾不敢，只是过去3年，臣妾身在宫中，从未听闻赐婚之事，还是弄错了些什么？婚是3年前朕亲口所赐，太傅念及10月年少，这才没有声张。现在你清楚了吧？皇上姑父，月儿今日还未向您道喜。道什么喜啊？兰贵妃欲将九公主许给赵侍郎的公子，可这赵公子还未成婚，膝下就已有一儿一女。这九公主一嫁过去，马上就能有1双儿女，
皇上也能立马做外祖父，岂不是可喜可贺？这还算好的了。兰贵妃本想让九公主给九门提督做填房，都轮不到皇上，九公主便可直接儿孙绕膝，享天伦之乐。哼，臣妾不敢，臣妾当时就一口回绝了。九公主虽不是你亲生，10几年的陪伴，你就这般对她？皇上，臣妾没有。够了！兰贵妃失责，褫夺6宫协理权，转交江贵妃。九公主年长，赐府出宫，待明年春闱再择家婿。谢父皇。近来与太傅相处的如何？我今日听说你赢了一块玉佩送给太傅，兴冲冲的，2条小短腿啊，抡得没影。我的腿可不短。你呀，现在喜欢了，当初怎么一根筋啊？姑母，3年前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你一片痴心啊，都在那沈绿初身上，所以向皇上请的是你与沈世子。陛下，我不同意。那江时渊不过是粗鄙武将之女，就是舞刀弄枪，活脱脱一个小土匪，毫无大家闺秀的温婉贤淑，哪里配得上我儿？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江贵妃莫要再痴心妄想，坏了我儿的姻缘。臣妹告退。是。陈培彻有要事禀奏。裴爱卿年轻有为，德才兼备，且尚未婚配，岂不是正好？裴爱卿，免礼。你可愿朕为你指婚镇国将军府大小姐啊？臣谨遵圣谕。好。姑母对不起，都是渊儿不懂事，连累姑母受气了。没有的事儿，你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，赤诚坦荡，你有这份勇气啊，姑母替你骄傲。太傅来得巧，所以你拒婚，他并未强求，反自请撤职。姑赐婚未宣，意为降罪。血色天地变一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李银枪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莫似幻。轻若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度缠绵出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参见贵妃娘娘。所有罪责，裴彻一人承担。他很好，若有风声传出，就说是下官求娶不成，与他无关。臣告退。月儿，裴彻值得。
九公主的府邸已经选好了，是前朝长公主的府邸，只要稍作修缮，过几日便可以搬进去了。太自由了。哎，那我是不是还得送他一份乔迁之礼？哎呀，早知道东珠就该一颗一颗的送给他。沈家送你的一半家产，你大可安心的收着。太傅，文远侯是你请来的吗？他自愿的，自愿出面，自愿送你一半家产，为了沈绿初，也为了整个沈家。一来是感激你对沈绿初的救命之恩，二来兰贵妃和文和郡主交往过密，窝藏祸端，他及时撇清，归拢于你，等于归向三皇子。往后沈家是要依仗你的。我所有的荣光都是他为我谋取的，他娶我真的是为了让裴家更进一步吗？太傅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可以背我吗？上来。上月落下trận冬雪更迭存在，思念无碍万千朝夕里无改，看多少个春秋来回，周时月，年岁悲伤终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，远远的存在，爱若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当年将军丢了，你半夜找到我，对我好，是因为生气吗？生气我给你添麻烦？不是，是担心。那你背我是皱着眉，是嫌我身上的血污弄脏了你的衣服吗？不是，是心疼。裴彻，是可怜我吗？不管是当年的收留，还是3年前应下指婚，裴彻，你是在可怜我吗？当然不是。那就好。那太傅什么时候来提亲？月儿想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好，那就明天。这是沉香坊要推出的新香，叫欢喜。这一盒你让陈夫人给如夫人送去。有佛手蜜菊的清甜甘香，你每次都把亲手做的香送给如夫人，这都白送了3年了。3年前沉香坊籍籍无名，若不是如夫人大肆采买向亲友推荐，沉香坊根本活不下来，哪还能像现在这样声名远播啊？奴婢知道了。老太太命人送来了这个。老太太说这是沉香坊新出的香粉，叫欢喜。老太太还问府上早已准备就绪，为何还不去将军府提亲下聘？老太太问您还要不要媳妇了？明天就去提亲。
第99盒，欢喜。红豆，红豆，我睡不着，那就去把地扫了，把桌子擦了。我扫了，我擦了，我连猫窝和马厩都清理了，可我还是睡不着。我的好小姐，只是提亲下聘而已，又不是出嫁，不用这么紧张啊。可是他是太傅哎。那小姐上一次怎么还舍得逃跑啊？唉，害得太傅那么伤心。睡你的觉，更睡不着了。将军，我考考你，你是我的猫，可是呢，你又是太傅送的，那你到底算是聘礼还是陪嫁？错啦，都不是，你是我跟太傅的嫡长猫。小姐，小姐快醒醒，迎亲的队伍都要到了。小姐，天就亮了，亮了亮了，小姐快起来梳妆吧，时辰快到了，太傅大人就要来了。这次不会出错了，这次一定不会出错了。来了来了，陪家人来了。陪车呢？小叔跟我们一块出来的，现在人怎么不见了？小叔怕是高兴的找不着南北了吧？你以为小叔跟你一样，向来沉稳？哎，是他昨儿3更半夜被我从床上抓起来，硬是塞这么2只大鹅在我手上的。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学士朝中有事耽搁了吧？不等他，咱先把亲定了。你最喜欢的糕点就当了，只是想把最好的全都给你。还真是乐云郎。快定亲！是灵犀香和欢喜香。
上次让你空等，对不起。扯平了，最后一次也让你等我了。裴彻，老夫人就是当年帮我的如夫人。母亲很喜欢你吃的香，所以3年前你就知道了，我制香开香铺。你只需要做你自己，不必委曲求全。当年你为何突然去了蜀州，不告而别？我去找你的时候，连院门都锁了。蜀州太远，我去不了。我以为连你也不要我了。因为不想只做你的父子，我想等你长大，与你相伴一生。裴彻，你不仅是我的夫子，你还是我人生的启明星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江时远。